顾杨幂当年的婚纱照，这张ins破100万的照片，美的不是婚纱，而是她眼里对幸福的期待。她穿着最朴素的婚纱，嫁给了所谓的爱情，结果却只剩下一句：结果都那样。如果不告诉你这是杨幂，单看这张2014年巴厘岛的现场图，你大概率会以为这是哪个城乡结合部的暴发户在办酒席，甚至透着一股浓浓的草台班子味儿。那一年，杨幂27岁，正是女明星颜值的巅峰期，也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刻。凭着《宫锁心玉》和《小时代》，她稳坐内娱4小花旦的头把交椅。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咖位，婚礼怎么也得是世纪排场吧？看看后来的 Angelababy， 那个皇冠价值连城；再看看唐嫣，那婚纱是高定中的高定。可杨幂呢？她穿的婚纱虽然也是设计师款，但那是租来的还是买现成的，咱不好说。反正那尺寸明显不合身，松松垮垮的挂在身上，甚至显得有些廉价。更离谱的是，交换戒指的环节，刘恺威拿出的那枚戒指，尺寸竟然大了好几圈，杨幂不得不全程蜷缩着手指，生怕那个象征着承诺的圈圈掉在地上。更别提她的脖子上空空荡荡，连条像样的项链都没有。这种寒酸放在任何一个虚荣心稍微强一点的女孩身上，估计当场就要翻脸。但杨幂没有，你看那张照片里的眼神，那是真的有星星。她笑得那么甜，那么笃定，仿佛只要身边这个人是对的，哪怕披个麻袋结婚也是幸福的。那时候的杨幂是真的想过要相夫教子的。她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北京家庭，爸爸妈妈恩爱了一辈子，爷爷奶奶也是相濡以沫。这种原生家庭的范本，让她对婚姻有着一种近乎天真的执念。她觉得只要我敢爱，只要我敢嫁，我就能复制父母的幸福。所以她在事业最红火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嫁给比自己大12岁、名气远不如自己的刘恺威，并且在同年就生下了女儿小糯米。这在当时的娱乐圈简直就是一场豪赌。女明星一旦结婚生子，商业价值腰斩是常态，但杨幂赌了，而且是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爱情这2个字上。然而现实给了她最狠的一记耳光，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像童话里那样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等待她的是无休止的两地分居，是香港媒体对大陆媳妇儿的挑剔，更是那场著名的夜光剧本事件。当那个男人深夜在酒店房间里和女演员对剧本的新闻满天飞逝，杨幂刚下飞机就被长枪短炮的记者堵在了机场。那一刻她甚至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被迫要面对全网的嘲讽。但她却说，这句话保住了那个男人的体面，也保住了这段婚姻最后的遮羞布。但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那个眼神里有星星的杨幂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资本武装到牙齿的钮咕噜杨幂。很多人只看到杨幂后来疯狂嘎戏，疯狂上综艺，骂她是为了捞金，骂她是烂片女王，但很少有人知道那几年她背负着什么。那是传说中的对赌协议，为了拿回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，为了让自己的公司嘉行传媒在资本市场上站稳脚跟，她签下了一份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生死状，3年必须赚够3.1个亿的净利润。如果输了，他不仅要赔上身家性命，还有可能一无所有。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杀红了眼的杨幂。那3年，她几乎不睡觉，发着高烧在片场吊威亚，生理期在泥潭里摸爬滚打路真正男子汉。她不再挑剧本，只要能赚钱，只要有流量，她就接。她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，连轴转了1000多个日夜。你问她苦吗？当然苦。但比起那个尺寸不合适的婚戒，比起那场夜光剧本带来的寒心，这种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的苦根本不算什么。终于，她赢了。嘉行传媒的估值从2.5亿暴涨到了50亿。杨幂从一个只能等着别人给买戒指的小媳妇，变成了可以随便给自己买钻石的资本大鳄。2018年，当她终于还清了所有的情债和钱债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干脆利落的甩出了一张离婚声明。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。离婚后的杨幂头也不回的往前走，甚至连一句坏话都没说过。她留给大众的只有越来越美的状态和那些人间清醒的金句。有人问她，你会把前任当人脉吗？她冷笑一声，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。你看，这就是杨幂的进化史。当年的她以为幸福是找一个男人为她洗手做羹汤，做她背后的小女人。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乖，足够懂事儿，甚至足够便宜，就能换来长久的宠爱。但现实告诉她，如果你自己不是伞，别人的屋檐再大你也得低头。那个在巴厘岛穿着廉价婚纱满眼期待的女孩终究是错付了。但这恰恰是杨幂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。没有那场潦草的婚礼，没有那段并不对等的婚姻，也就没有后来这个杀伐果断、不自美丽的杨老板。现在的杨幂脖子上依然可能空空荡荡，但这不再是因为没钱买项链，而是因为她已经不需要任何珠宝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她站在那里本身就是无价之宝。回过头再看那张婚纱照，我们依然会感叹她的美，但也更庆幸她的醒。那个眼神里的星星虽然熄灭了，但她心里燃起了一把火，这把火烧掉了那个天真脆弱的少女蜜，练出了一个刀枪不入的女王蜜。所以别再替她惋惜当年的婚礼太寒酸了，那不是遗憾，那是她的毕业典礼。她用一场失败的
的婚姻，向那个把爱情当做救命稻草的自己告别，然后转身活成了自己的靠山。这才是一个大女主最顶级的剧本。